孤帆远影碧空尽，我是松树念高鱼。Hello， 大家好。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我们这个剑鱼远征启程到底如何能够快速的提升战力呢？而且呢，因为我在之前的视频中也说到，说可能有一些领氪玩家第一天呢，他可以达到10万战力，第二天大约是20万。然后我说了这样的话，然后也有一些玩家呢过来质疑我说，比方说他3天了，怎么战力才11万，诸如此类这些话。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的能够比较尽自己目前水平最大能力的把自己的战力去提升上去。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怎样能来提升战力吧。首先呢，按照惯例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游戏进度呢，今天是第14天，然后我还没有去进行推图什么的，就大致随便点了点。然后呢，我目前的战力大家可以看到是来到了283万，然后中间呢我有一天是有一点忙，所以说我没有去进行这个快速作战啊，然后竞技场啊，然后所以呢大约是亏了这样，我觉得算是基本上是一天的一个进度吧。所以说如果加上那一天进度的话，我可能战力大约是能来到290万到295万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呢，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到底该如何去提升战力。那基本上你能提升战力的主要手段，全部都在我们这个英雄厅堂这一个界面里面。那么基本上说到提升战力呢，那肯定就是说，首先大家也都知道，你的英雄能升级，能进阶就进阶。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专武这个部分呢，也是可以去进行提升的。那专武这块呢，基本上是你只有升到我们基本上最高品质，它才会解锁。然后强化呢，是需要消耗我们的这些静海凝晶啊这一些东西来进行提升的。那这个就是后话了。我觉得说，如果说你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最高品质，那这一块装备进阶这块可能就不需要我去讲。然后英雄这边呢，可能还需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英雄专精里面，它的第4个技能，这个第4个技能呢，是需要你去消耗我们的这个静海凝晶来进行提升的。那么这块呢，一般来说呢，我觉得大家前期的时候，你在商店里面，我们的这个静海凝晶呢，你就都可以去进行购买。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像我们的英雄专精这一部分能提升就进行提升了。然后这就是我们英雄这一块，基本上主要就是刚刚我说到的那几点来提升战力。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装备，比方说像我们这边装备进行这个锻造以后呢，我们可以替换新的装备，然后有了新装备呢，那我们就可以提升我们的战力。那基本上呢，我现在平均一个装备它提升的战力是能有2000到2万不等这样一个战力水平。那为什么有的时候能提到2万呢？那就是因为它有一些装备等级，你也可以看到它比我目前的其他装备等级高出很多，所以呢它可以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然后可能大家也会有疑问的，就是说，那为什么我有一些这个该去锻造的我没有进行锻造呢？我基本上目前就是说，我每个装备有10级左右的这个差距的时候，我再去进行锻造。当然我目前觉得可能你没有必要，你只要有材料能锻造就锻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是担心材料之后可能会不够用，所以说我现在有一点省着用。那就我目前的体验来说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就该锻造就锻造就可以了。然后把我们的装备尽量能提升上去就提升上去。然后说到装备这一块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我觉得要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呢在我们的地图上面一定要去注意的是，在我们这个圣石镇里面有这样一个锻造工坊。这个锻造工坊呢，我强烈建议大家每开辟一块新的小地图，比方说呢，你开到什么，它每个地区不是说有1到7、1到5左右这样的不同地区吗？你每开一个小地区，这个交易的地方呢，都会解锁新的装备。然后呢，你可以根据它装备上面，如果说你买的这个装备，它的战力能有所提升，它上面会直接给你标出来，会有一个上升箭头的，有那个箭头的，你就直接花金币去买就可以了。
金币的消耗呢，就我目前的体验来看，因为我自己是有磕一部分金的，所以说呢，我目前金币还是够用，就可以这样去买。大家呢也可以量力而行，自己去买。你也可以看到我，因为前期我就没有注意到我们有这样一个锻造工坊，所以呢，我前面很多装备都没有买。那大家呢，基本上你前期的时候你想买都是可以去买的，这是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大家也是可以过去的。我们这个交易行这样一个地方呢，它是可以去消耗你推关卡的一个这个特殊货币，然后用这个特殊货币能来进行我们的一个消费，这个叫圣石币。那圣石币呢，首先你也可以买装备，然后呢，你也可以买经验跟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英雄碎片都是可以去进行购买的。那么这一块呢，也比较推荐大家不要忘记来这里把我们的圣石币消耗掉，因为这边呢是目前唯一一个能进行圣石币消耗的地方，所以呢，大家买的这些东西呢，也都是能对战力进行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的。那说完了我们这个装备部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旧日回响。旧日回响呢，大约每升级一下也都是能提7-8千左右这样的一个战力。所以呢，大家能去进行这个提升的，不要忘记过来把它提升一下。这些提升道具呢，都是在平时推关卡的时候呢，它会自动掉落的，所以呢，不用担心它的一个这个升级消耗材料的一个问题。就正如我刚刚所说的，那基本上呢，所有战力提升的主要方式都在这里。那你知道了战力提升的地方在这里，那我们战力提升的这个耗材要如何去获得呢？那基本上呢，以我目前的游戏体验来说呢，你就是说把关卡推到你每天推不动了为止。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说明这基本上是达到你能获得材料的一个极限了。然后呢，像我前几期视频中也有提到的，我一般推荐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地图上的主线你推到推不动的时候，就比方说你打主线的关卡的时候，你都发现哎呀打不过去了，那就说明呢你达到了你的极限。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呢，我再推荐大家去点我们的这个每日的一个扫荡去进行扫荡。然后呢，大家目前也可以看到，粗略的这样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地图上显示，我是把每一处的我们的这个宝箱全部都去拿满的，然后呢，每一处的这个谜题也全部都解完了。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你的战力提升才能达到最大化的一个效果。因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像我们这个深红秘藏里面，它最关键的是可以掉落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像这个装备呢，一般来说你装备一下呢，对你的战力提升都是几万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呢，像我们的这个大宝箱，你基本上是能去打，就一定要去把它推过去，然后获取其中的这个装备的。这是其一。然后其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这个顶上会有一个探索度奖励。那探索度奖励呢，就是说你不断的在推我们的关卡，当你把所有的宝箱都开完以后，首先会有一个区域奖励，其次呢顶上会有一个钻石的一个奖励。那基本上呢，这些东西都是后期基本上呢会对你的战力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提升。比方说我现在穿梭到一个新的区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探索度奖励。探索度奖励呢，在刚开服的前几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区域奖励的这个装备等级呢，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符合你当前的一个水准，甚至略高的。像我现在比方说你给我一个这个100级的一个匕首呢，我也是直接分解了，没有太大作用。那我们在这边拿这个区域奖励呢，那就基本上还是冲着我们这个钻石去进行拿的。然后说完了这个部分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地图上面，现在基本上我所有能拿的东西都拿了，然后可能唯一没有拿的就是说这种零星的一个小道具，那这种一般也都是金币，所以呢，大家还是建议能拿就拿吧。然后我现在是暂时没有去拿，之后应该也会返回过去，把所有东西都拿齐的。然后呢，说完了我们这个地图方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关于我们的资源获取，我们拿到了每天都该拿的一个东西呢，最后再去来推我们的这个主线这个挂机的一个关卡。
然后推完以后呢，推到再不能推的地方，最后呢点我们这个快速挂机。快速挂机呢，不管你是零氪、微氪还是大氪，每天钻石次数一定要买满，切记一定要买满。然后呢，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容易忘的地方吧，就是说这个世界首领。世界首领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每天都去打，因为你每次打这个世界首领，把你的这个机会用完以后呢，它都会掉我们的这个最关键的就是粉尘还有经验。那像我上一个视频中也有提到的，说我现在呢最重要最缺的就是这个粉尘。那打了这个世界 BOSS 以后呢，它比方说像我现在每天大约可以打3次，每次给我100次左右的一个粉尘。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每打一次呢，每天打完呢，会给我大约提供450左右的这样一个粉尘的一个奖励。所以说呢，整个粉尘奖励的内量其实还是不少的，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该去打还是要去打的。那这基本上就是关于战力提升最关键的一些细节了。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大家关心的说，那我钻石到底该怎么去花呢？那钻石呢，像我自己现在每天最关键的就是说，把我们这个打折的这个普通池的这个票买了，然后呢，再把我们剩下来的这3个净海凝晶，我目前都会去买，因为我还是有点缺的。以及呢，我们这个快速作战的一个扫荡，那基本上都是要买满的。这些地方是我会主动一定会去花费钻石的一个地方。那除此之外呢，你还有多余的钻石，那么其实关于零氪、微氪呢，我还是建议你们前期的时候完全可以考虑，我们直接用钻石去抵换我这个英雄招募函，然后呢来进行我们的一个抽取。这样呢，快速抽取我们的英雄来提高英雄品质，也是能提升战力的不错的一个方法。尤其我觉得像前7天的话，你每天有钻石就来抽，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因为呢，你不抽我们的这个英雄池，你的英雄就没办法得到晋升，没办法得到晋升，你就没有办法推图，就成了一个死循环。所以呢，该花钻石来抽还是得来抽的。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下，可能大家有时候会忽略的一个小细节，就是最顶上呀，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这个信赖度。这个信赖度呢，它会有一个信赖度奖励的。你可以发现这是钻石的一个奖励，最重要的呢就是钻石。然后呢，比方说我们这边信赖度提到1300以后，还会有一个英雄招募函的一个奖励，以及呢这个钻石的奖励。我个人呢觉得你前期的时候，你可以考虑把每个英雄的信赖度都拉到1300，去拿我们的这个全英雄招募邀请函，也就是普池的这个抽奖券。拿到这个以后呢，就收手，把每个英雄的这个都拿到。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抽奖券去进行普池的抽取。那这基本上就是关于我们如何提升战力的所有的一个内容分享了。希望这期视频能帮助到大家。我是松鼠年糕鱼，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